大家好，欢迎收看《现代先学研究与科学训练法》第6集。今天我们来聊聊呼吸。呼吸法不论在东方或西方的修炼法门里，都是最重要的一个法门，因为所有生命都需要呼吸。呼吸不仅仅是生存的基本能力，更是超凡入圣不可缺少的基本功夫。那么，什么是呼吸法？呼吸法要怎么练？站在先学的角度，对能量体、气脉又有什么样的影响？和什么样的科学依据？我们回顾第1集谈到的沉思，当你沉思的时候，你的呼吸频率是什么状态？是急促，还是深沉平缓？你的呼吸正影响着你的神经与情绪。呼吸不单只是心肺的活动，更包含了关于与筋膜系统、自律神经系统、肢体动作、边缘系统、情绪，甚至关乎于大脑的记忆。人体呼吸并不仅是为了吸入氧气，因为真正诱发呼吸的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太多会导致血液变酸，而血液的酸碱度会影响细胞机能运作。为了排出二氧化碳，便诱发了横膈膜与呼吸腹肌，带动了胸腔的扩张。横膈膜是筋膜深前线重要一环之一，在第4集我们谈到深前线和第3眼的连接关系，而第5集谈到的舌头也是深前线的起点。这样贯穿起来，你应该可以想象呼吸对于修炼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呼吸的过程对生理产生的影响有：1. 代谢，即二氧化碳与血液酸碱值； 2. 肌肉与筋膜，即横膈膜； 3. 边缘系统与脑干； 4. 交感与副交感神经，进而联动影响其他器官； 5. 心脏与肺脏本身。而呼吸是唯一可以靠自己意识控制的内脏器官，因此当我们感受到巨大压力时，我们人体的机制会让我们的呼吸不自觉的大量、快速与浅层的吸气，影响了边缘系统、情绪与脑干，促使心跳加速与上半身张力增加，并且不自觉的耸肩，让脖子压力变大，因而产生肩颈酸痛而变得更加紧张。这时候，我们可以借由深度吸气、缓缓吐气来影响脑干与副交感神经，让心跳降速，使身体张力均匀方布，身体因此变得比较容易处于放松状态。呼吸的行为决定和定义了所有生物体，我们该做什么和我们是谁。现在我们来谈谈横膈膜。横膈膜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意为分裂的东西，但也表达了与情感、智力相关的概念。横膈膜就像任何筋膜组织一样，除了具有物理行动的记忆，它还拥有意识。筋膜具有预测形态变化的能力，它可以在突发事件发生以前，即通过不同的重要参数，例如心跳和皮肤电导等记录下来。透过这样的意识系统，反映到每个细胞和组织所产生的电磁场，通过磁场的变化而造成细胞变形，因而刺激细胞功能和物理代谢环境，而迅速发生反馈机制。人体的电磁场可以越过身体屏障，它的传播的速度比导电还要快。这可以解释什么叫做第六感，并在此大胆假设人类的第六感就是筋膜意识。这种筋膜意识可能和能够预测现象的神经系统有关。由于中枢神经系统的作用，让横膈膜的组织可透过情绪或物理行动，以迅速反应突发事件，也就是利用更长或更短的呼吸以及身体运动来保护自己。而我们的身体可以利用这样的能力来获得最大的行动效率和生存。作为一种意识，肌肉组织可以在事件发生之前为物理行动做好准备。
什么是有益筋膜的呼吸方式？呼吸对我们整体状态的影响甚大，是构成人体2大基本状态的一部分。这2大状态分别是休息和消化，以及战斗或逃跑。当我们一直处在慢性疼痛和压力的情境下，会让身体长时间呈现战斗或逃跑的状态。战斗或逃跑反应会改变我们的呼吸，使得呼吸变得很浅，主要只会活动到胸腔顶部和部分颈部的肌肉。虽然在面临战斗或逃跑的情境时，这种呼吸方式确实有助逃离险境，但长期使用这种方式呼吸，反而会增加我们的压力，并促成气喘这类慢性呼吸道疾病。从筋膜的角度来看，浅薄的呼吸会导致颈部、肩部和上胸部的组织紧绷，因此我们的身体就必须更努力把氧气送到全身，并将呼吸产生的废气二氧化碳移除。日积月累下来，我们的筋膜就会累积越来越多的毒素，变得越来越僵硬，而身体也会感受到越来越强烈的紧绷和疼痛感。筋膜呼吸可以帮助对抗这种情况，因为它可以活化神经系统中与战斗或逃跑反应相抗衡的休息和消化反应。所以，借由定期执行筋膜呼吸，就能重新调整身心，让它们回到比较平静、放松的状态。除此之外，筋膜呼吸还能够改变脑波。经由筋膜呼吸，我们可以进入放松的 twilight 朦胧的状态。在此状态下，心智会呈现半梦半醒的状态，让身体有机会休息、放松和修复。筋膜呼吸也会促进迷走神经的健康。身心的整体健康状态与迷走神经之间有关系。迷走神经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游走全身，会支配喉部、肺部、心脏和消化系统的运作，也与其他执行社交互动能力的神经有所连结，例如眼神交流、说话、辨认和理解面部表情、声音等等。迷走神经的健康状态被称为迷走神经张力 （vagal tone）。当你拥有很高的迷走神经张力，即代表你的迷走神经很健康。这可以增加你处理压力的能力，并提升免疫系统、社交互动和同理心，对记忆和专注力也有正面的影响。在1921年，药理学家 Otto Loewy 的研究即证明，刺激迷走神经能让心率舒缓，并释放某种能让我们平静下来的神经传导物质。筋膜呼吸的目标就是要用横膈膜呼吸带动胸腔的活动。刚开始练习筋膜呼吸的时候，最好把手掌放在肋骨下缘，此举可以让你注意到呼吸时胸腔起伏的方式。如果呼吸的时候有使用到横膈膜，那么吸气时，你就会感觉到肋骨向外扩张，并略微往头部拉抬。吐气时，则会觉得它往内收拢，并略往脚部沉降。接下来，你可以开始用7-11的方式吐纳。吸气的时候默数到7，吐气时则默数到11。吐完气时，别急着吸下一口气，先让自己保持在屏息的状态片刻。此举可以让身体更进一步的放松。如果发现自己吸气或吐气的尾声会很吃力，或是数到11的时候根本还没把肺中的空气吐完，那么可以依照自己的能力将默数的数值略作调整。调整时只需要记住一个原则，即吐气的时间一定要比吸气的时间长，因为这样才有助刺激休息和消化系统的运作。最重要的是，整个过程都必须感到自在和放松，不能有任何压迫或匆促的感觉。
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你的吐纳和两者之间的停顿，并进一步的拉长停顿的时间。筋膜呼吸法相对应于佛法的呼吸法有安那班那、数息观，在藏密有保平气修法，其原理皆相近。关于佛法的呼吸法，我们后续再另辟篇章说明。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欢迎留言、按赞、分享，点击下方订阅，持续锁定关注唯一先学修炼课程频道，迈向极深成就，速证大觉。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会。